星汉灿烂开播后，有网友评论，人人都喜欢程少商，除了母亲萧元一。其实还真不是，某个家里有皇位要继承的帅哥就挺嫌弃程少商的，甚至还当面骂过他。大家没有猜错，这里要说的就是三皇子。三皇子和程少商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就没和程少商擦出点小火花？星汉灿烂中的三皇子不喜欢女主程少商，这位皇二代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，对谈情说爱兴趣不大，是全剧最直的直男，没有之一。凌不疑就不一样了，早早的动了凡心，追求爱情的道路上，为了挖墙脚也是蛮辛苦的，有时还要上演苦肉计，博取程少商的同情。三皇子和凌不疑情同手足，要想愉快宫斗，更得仰仗凌不疑的支持。程少商习惯性保护自己，本来也没什么不好，三皇子就是觉得他配不上凌不疑，在小说中还骂过他。当少商跟皇帝告发凌不疑后，凌不疑被发配边疆，于是就有了三皇子与少商的这一段对话。他死了吗？少商仰头看他，同时听见自己嘶哑干涩的声音。三皇子上前一步，双目怒火铮铮：你还有脸问？亏他待你一片痴心，你竟毫无情义的去告他，你这个自私凉薄的贱人！不过大家别误会了，程少商和三皇子不是仇人关系，是欢喜冤家关系。两人后来还一起查过案。凌不疑是个挺苦大仇深的孩子，一直都在以大局为重。三皇子和太子争夺皇位，凌不疑没有选太子阵营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皇子比太子更有雄才大略。但是程少商是皇后党，太子和皇后又是亲生母子，复杂的政治局势有些影响了程少商对凌不疑的态度。总的来说，星汉灿烂还是一部很甜的古偶剧。喜欢程少商并且和程少商有过婚约的帅哥，包括凌不疑、楼瑶、元慎等。三皇子沿用了原著中的设定，和程少商没有爱情线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凌不疑的原因，这位帅哥甚至对程少商有偏见。好在后面会有转折，程少商虽然不会得到三皇子的爱情，但是会收获新的友情。三皇子家里有皇位要继承，第一顺位接班人却是他那人畜无害、无功无过的太子哥哥。女主程少商是太子亲妈皇后的铁粉，这对怎么站想必不用说了。爱江山不爱美人的三皇子结局是什么？电视剧《星汉灿烂》三皇子结局是踹掉太子哥哥，自己取而代之。说到这里必须科普一下，这两兄弟都是有原型的。其中三皇子的原型是东汉第二位皇帝刘阳，太子的原型是东汉开国皇帝长子刘江。虽然历史上90%的废太子都无法善终，但是刘江是为数不多的例外，因为人家是主动请辞的，后来被老爸改封东海公王。星汉灿烂原著小说中，喜欢程少商的优质男大于等于3，唯一敢当面痛斥这位女主角的，大概只有三皇子。有图有真相，有任何疑惑，请参照本文图2。尽管如此，程少商和三皇子的关系也说不上糟糕，只是比起一心和程少商谈恋爱的凌不疑，三皇子只想好好搞事业。皇帝最爱三皇子的母亲岳妃，而不是太子的母亲皇后。三皇子作为岳妃的长子，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。几个儿子长大后，太子表现平庸，默默被皇帝贴上了不争气的标签。但皇后是个贤德的妻子，太子也品行正直。皇帝想废后废太子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名正言顺的理由。凌不疑身为皇帝手握重兵的干儿子，站在哪一边，直接决定了宫斗的结局走向。太子后来纵容外戚，触动了皇帝的逆鳞。皇后为了保护儿子，主动让皇帝废了他，这样太子就失去了嫡子身份，无法再和三皇子争夺皇位。三皇子得了凌不疑的支持，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。